很多小兄弟说他喜欢用中路，可是就是打不出一个 S 的感觉。到底要用什么英雄？窝窝就说你用他吧，就是我们的卢米亚小兄弟。这一次直接哇，又是狂杀狂刷一大堆助攻，超轻松就能够做到。告诉大家就用它，用它就对了啊。那怎么出装？怎么奥义？怎么磨？到底什么英雄克他？有什么英雄啊跟他搭配很好？那要什么时候选择啊？什么魔纹？什么奥义？怎么出装？背后的概念到底怎么用？怎么玩呢？好好享受吧。今天我是model窝窝打团战，还是先走个台步来手大招，把对面这个凡恩直接拿下，甩开对面的小变色龙。这里再看到把对面罗尔的弑身之友打出来，再搭配队友把他人头收掉，也把对面的变色龙收掉。打团战嘛，遇上我来手大招，先收掉对面辅助，再把对面凡恩收掉。这里罗尔想秀，躲吗？你再滑吗？我们不断的打二技能摔你，来手一技能把你收下来，手大招先收掉对面的塔拉，晕血对面两位小兄弟，把对面刀锋收掉之后，再来手一技能收掉对面的罗尔。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卢米亚走中路的实战解说。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一开始呢，我们会说为什么会用它这种出装的背后的概念，而之后呢就会说，奥义啊，魔纹怎么会这么的用？而且用它的话，对到哪些英雄是好，对到哪些英雄呢是比较克他的。那如果是玩过中路或者是玩过卢米亚的，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小兄弟，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我的话也会尽量出那英雄的实战解说给你看。这里我们已经能打到对面两位英雄吧，不断的命中。而刚刚说到我们在出装方面，对于卢米亚来说呢，很重要的就是它的冷却缩减。而冷却缩减，我们一开始就出什么呢？冷却鞋啊，没毛病，15%的冷却对他来说很好。之后出魔穿，而魔穿对我们来说，无论你出什么魔穿，都有一个10%的冷却缩减，加起来就25%了啊！看到对面那么多英雄，一技能2段打中2位英雄。那这里呢，刀锋宝贝在哪里呢？刀锋啊，蹲了很久。我们先把对面先收掉一个，对面的这个卡瑞兹，再收掉对面的凡恩，来手闪现。这里还要追过来，他自己也会掉人头，那执意追过来就同归于尽吧啊！他对面刀锋就这么的收掉。看到下路呢又集结起来。只有一个瑞克不适宜那么躁进的进场，先可以甩一下对面的这位卡瑞兹啊，来手大招，他直接来手大招啊！我们的刀锋宝贝没所谓啊，这里把他打成超残血量，可惜呢，只有我们一个人战这个三英战吕布的感觉啊，一个人对抗。那有了我们的领灵之后呢，就可以很顺利的对面的英雄收掉了。那出装方面呢，第3件我们出的是一个爆裂法杖，对于我们的卢米亚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装备，使得他的大招的威力呢大大的增加。那我们的魔纹方面呢，会用到圣雷啊。同样的，卢米亚呢要追求高的伤害，所以圣雷这个东西呢，让卢米亚我们大招如果一中，就像这里一样啦，对面就马上会被打得灰飞烟灭啊。那卢儿呢，开启大招，他的这个法阵一开起来就不要跟他黏了啊，风筝他有个小老弟，切我们2段我们都躲了。那看到对面的刀锋宝贝一技能打中他，他往回逃了，救了
我们的绮罗小兄弟一命。而什么时候会用到我们卢米亚呢？像对面隐形英雄啊，卡瑞兹，你来一手卢米亚，会很克他啊，隐形瞬间啊，原形毕露啊。那我们的卢米亚还克什么英雄呢？如果对面是那种呢，直接啊顺进来切你的切牌角，而不是风筝你拉打型的啊。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小野怪拿掉啊，它是要直接切你的啊。比方说瑞克、刀锋宝贝、奎伦啊，你来一手卢米亚怎么用呢？就二技能甩开它啊，那就可以了。那我们这里不断的去整理兵线，那不断的整理兵线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把呢，我们不出小环球，那这样的话呢是个取舍。什么取舍呢？就是当然的，你呢蓝量就要自己比较珍惜啊。那相对应的，你的发育时间也会比较短，可以更快的发育起来，把对面打出死神之右之后，再把他人头就这么的收下了。这里呢直接回城，而大家可以看到，有时候呢在出装，为什么会先出一个小面具，然后把其他装备出完了才回去补小面具，而这一次是直接出一个邪灵秘录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开始说的，因为啊，我们鬼魂的呢喃啊，就是小面具呢没有冷却缩减，特别的为了我们卢米亚，直接呢把冷却缩减就是大装先出，而这里呢，我们大招是要等待对面技能较光啊，来手大招无所遁形了，那就这里这个罗尔想要撵我们呢，我们一技能不断的打他，他二技能无敌没有用，还是把他人头收掉。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团率是十分的高，原因是因为呢，其实卢米亚这个英雄呢，你玩它玩到高输出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说呢一定要收割啊。这里我们有点想让我们的00小兄弟去拿这个蓝 buff 啊，他呢真的很好人啊，直接给我们啊自己选择回城，我们停在那边他也不拿，那这个很好人啊，谢谢他。二技能甩开，没有二技能来手闪现，那对面刀锋就切不掉了啊。罗尔不断的滑啊，其实罗尔呢，你用到卢米亚呢，其实也是比较不好应对的一个英雄啊，罗尔。因为呢，你大招啊，它可以躲啊，你甩它也可以躲，你技能它也可以躲。那当然的，你不单单是为了对面的罗尔而选择一个卢米亚啊，你也要考虑对面整队的一个选角。像刀锋啊，你开启大招，它没有位移啊，它就会硬吃你的大招了啊！这前期4等那一波让它好受啊！持续的把兵线整理，看到上路集结，赶快就过去支援。看到对面呢来手一技能，把对面的塔拉先收掉，大招打中对面的刀锋，还有对面的罗尔，把他们收下。那还有就是奥义呢，我们其实卢米亚这个英雄你带一般的法师奥义也可以，或者是你最右边的那个奥义，你也可以换成密咒。那可是这样的话呢，你的装备啊就要换一换，毕竟的话，你的冷却在你的奥义之间就拿了，就不逼出那么多的冷却的装备。把这个蓝 buff 直接拿掉之后呢，就看到下路这个小兄弟直接
开手闪现还是没用，我们有佛洛伦。不知不觉，我们的参团率十分的高，已经来到了14个助攻。那这就可以看到，其实卢米亚这个英雄打团战是很好的一个有帮助的英雄。对面的罗尔，打中他，搭配队友把他收掉。所以很多时候呢，大家会看到卢米亚，他会很高的输出量，可是人头怎么占那么少，那么多的助攻呢？原因呢无他的，他的大招呢那冷却很高啊。有时候你有机会可以拿人头的话呢，你也不一定有招啊。你把技能用光了让比方说瑞克也好啊，我们的绮罗也好啊，去收割那也没什么所谓啊，让他们也肥起来也可以。那不过如果是打辅助的，让他肥起来的话，效益就没有那么的高让绮罗肥起来还是比较好的。把龙拿掉呢，看到下路有只落单的这个小老弟呢，想必是要去清兵线了开手大招大招都不用打中我们的绮罗已经呢把它收掉。这个版本呢，它的伤害呢太过于高爆发了使得呢一切基本上脆皮就没了，而且呢它还可以穿墙，多么的夸张！很多小兄弟问呢，这一把需不需要出聚魂路？其实你是可以选择出的不过呢，如果是像我们这样想着选择不脱装的话呢，就是说觉得这一把有信心我们前期快点碾压更好，你也可以选择不出那第三件呢，就是最大化我们呢这个卢米亚的法伤伤害，就是我们出一个乌鸦皇冠了，把兵线呢不断的整理。看到刀锋小老弟小兄弟这里想要去整理兵线，不断的把对面主跑拆掉，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卢米亚的实战解说。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